首先呢，在这个最高层的决策层次，习近平完全重新这个就是构建了决策的规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了他的个人的权威，围绕他个人权威来重新改组这个政策决策机制。这里边你可以看出来，我这里面那个列了一些当时他做这些事情，其实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在18大上他把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从9个人减少了7个人，然后19大上他把自己作为这个领导核心这个，然后修改了宪法，废除了这个期限限制，然后呢与此同时呢，他有在19大、20大上，把他对他个人的这样一种忠诚吧，作为整个高层政治人物互动的这个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他们要向他述职啊，要4个意识啊，要向他看齐啊，要2个确立啊，2个维护啊，甚至于他最后建立起来所谓的个人崇拜体系，这是在最高层次上。在第2个层次就是这个政策协调，这个 consultation 就是协调和这个叫什么咨询层次上吧，他也做了很大的变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边，1981年之后吧，在这个政策协调和咨询协调这个层次上，主要的机构是一个中央的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这个其实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其实毛的时期就建立了，1958年建立的，然后1970年文革时候把它这个撤销了，1981年邓小平又重新恢复了，然后但是这个政策协调机构呢，显得比较单薄，在他之前呢，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在这之前不是1999年，这个当时有个炸管事件。炸管事件以后呢，大家当时就认为中国的就在高层的危机处理这种机制啊，不够健全，希望能够建立像美国一样的这种国家安全委员会。结果呢，他们就建立起来一个，在当时是江泽民吧，建立起来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然后呢，到2018、19，当时出现了这个南海、东海的一些这个海洋权益的这个就是问题吧。当时九龙戏水，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在里边，参与在里边，所以这个协调是个大问题。所以，胡锦涛就建立起来了这个中央保护海洋权益领导小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所有这些领导小组，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 ad hoc 会议的形式，而不是一种常设机构。他们的这个就 staff support 基本上都是依靠于中央外事工作、中央外事办公室，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对他们的这种 staff support 就非常薄弱。很多研究当时都认为，这些机构他们顶多只能做一个危机应付的机构。所以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就发觉这个问题以后啊，包括他自己要权力集中，他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但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是从事国家安全，包括国内安全和这个国家就是外部安全2个方面都包括在里边。但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越来越倾向于国内安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就升格了，成了这个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现在这个王毅是委员会里边的办公室主任，你说这个委员会的层级多高？他是国务委员、政治局委员，他政治局委员。然后呢，习近平为了更加集中统一，在外事工作决策过程当中吧，
他开了很多，召集了很多很高层次的外事工作会议。其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啊，在他之前一共只举行了3次。毛泽东1971年举行过一次，江泽民1991年举行过一次，胡锦涛2006年举行一次。他上台这头10年当中，不到头10年当中，头5、6年当中就举行了3次，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对外工作的意志，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时呢，他对外交官的这种控制也进一步加强。过去有一种就是外交使节工作会议每5年1次，他现在是每年1次，所以他整个对于协调政策协调和协商这个过程呢，机制也进行了改革。与此同时呢，他把这个外交国家安全机构啊进一步政治化了，而且扩大了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外交官僚机构的这个范围。尤其是在这个整个外交部系统外交这个方面，过去呢相当一段时间是邓小平改革以后，这个中国的外交官呐，慢慢变成一种，就他们认为他们是专业人士，而且他们也受到承认作为外交人士。但是呢，他们这样一种就是作为专业化人士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就产生了一个，就是英文叫 paradoxical， 非常令人就是讽刺意义的一种政治地位变化。他们越成为专业人士，他们的政治地位就越来越低落。你比如说这个过去退下来的外交官，不是外交官，外交部长吧，一开始都是能够成为或者外交部长，能够成为政治局常委，甚至周恩来、陈毅这些人，然后后来变成政治局委员，然后这个副总理，然后后来只变成国务委员，而且退休以后才能当上国务委员，杨洁篪，这样一些这个政治地位的下降吧。那个唐家璇当时也是这样的，所以外交部的这样一些 morale， 他们的士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打击。在这个过程当中，习近平上来以后改变了这样一种外交人员政治地位下降的这种趋势，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一上来没多久，你看就把杨洁篪提为这个政治局委员，然后把现任的外交部长王毅当时提升为国务委员。现在你看那个秦刚，这刚这个上任，马上就给他国务委员的这样一个头衔。但是呢，他给他们政治待遇的提高，伴随着什么？对他们要求政治忠诚，对党中央、对习本人忠诚的要求更加高了，就对政治忠诚的强调高于对于他们专业能力的强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呢，他把外交政策的整个机构啊，给他就是外交的这样一些范围啊大大扩大。除了外交部一些或者经济上的这些外交外贸经贸，这个党的系统就是政党外交，他把大大的给他加强了。过去这些政党外交，中联部啊、中宣部啊、这个统战部啊，他们这些部门基本上在幕后，现在他把他们推到前面去了，去这个讲中国故事，去树立中共的这个正面形象。而且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工作啊，跟外交部的不一样。外交部是处理日常外交事务，他们是一个长期的这种作用更加重要的，不讲更加重要吧，就是至少同样重要的作为外交这个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吧。与此同时呢，这个军事外交也大大加强。在习之前的江湖时期吧，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而现在习是对于军队的控制是大大加强，因为他现在是军委主席，因为军队外交是由中央军委负责的，他现在成为中央军委建立的时候，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切听从党中央，一切听从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现在成为军队的最主要的这个形式。
规则，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军事外交啊牢牢的抓在手里边。你比如说，原来这个国防部有外事工作，这个外事工作局、外事局，现在没有了，现在整个把它提升到中央军委国际合作局的层次上了，完全由习近平自己控制。所以在这个习的权力集中过程当中吧，外交政策决策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这样一些变化，它会有外交政策的含义，有很多这方面含义。我因为时间关系嘛，我就介绍2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由于这样一些结构的变化，强调整个上面强调对党的忠诚，对习的忠诚，所以呢，这个整个中国外交的人事，就是 incentives， 就是这种对于人事的这些人们他们这个升迁体制啊，升迁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他们要证明的不是他们的专业能力，而是他们对党的忠诚，对习的忠诚。所以这样一来呢，他们对于习的所有的政策要求，几乎都是非常卖力的去执行。比如说，习要求，这个，所有的外交工作要坚决维护，中国的所谓核心利益。什么叫核心利益呢？核心利益就是基本上不可以谈判、不可以妥协的东西利益，这些东西你就要坚决斗争的，要发扬斗争精神，要有底线思维，要建立红线，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这个战狼外交的方式，当时在他之前的那些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啊，这个基本上就全部都成为过去式了吧。所以这个外交政策在这方面变得很大，而且由于扩大外交，现在这个除了这个正常的政府外交之外，政党外交、这个军事外交现在也是变得非常有力度，比过去强大的多。你看刚刚开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那个对话峰会，他提出来就是全球文明倡议，这是这个跟在其他外交领域通过政党外交的力度非常之大而且这个军事外交现在也是整个向打仗聚焦，向打仗用尽，像这个这个突破第一岛链，实行这个就是 coercive， 就是 coercive 的军事外交，在台湾问题啊各个方面，变化非常之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谈的就是，因为习的这样一种外交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他国家对他的这种反应，其中最主要的反应主要都是 pushback、backlash、resistance，像从这样一些国家，所以呢，习近平把这样一些反应呢看作对中国的威胁，所以呢，对于中国的外部国际环境呢就越来越险恶，在某种程度上，所以呢，国家安全、内外安全成为他的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个主轴，就强调这个。过去邓小平强调发展的时候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发展，所有的都服务于经济发展。他现在强调一个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观念，也就是说，国家安全现在跟经济发展是同等重要，在某种如果这2个方面发生冲突的话，这个国家安全甚至更重要。而习看国家安全主要是从什么呢？从这个国内安全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安全，所以呢，他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他那个2014年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讲话当中提出11个国家安全概念，这里面概念最主要就是把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给它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
国家安全方面呢，就是什么呢？就政治安全。所谓政治安全，其实就是说就政权安全。哎，所以呢，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哎，这个变化呢，在很大程度上就使现在的中国外交政策啊变得更加就是能够容忍一些风险，对风险的容忍度越来越高，即使牺牲经济发展，为了国家安全也在所不惜。所以中国的外交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最后呢，我就想结束这个呢，提出3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这个习的目前这种大国外交，这种非常强势的外交，到底是不是早熟？中国现在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第一，第二，中国是不是战略透支了？第三，像这样一种外交方向，是不是使中国变得更加前途更加扑朔迷离、更加不稳定了？我的回答其实这3个问题都是 yes， 都是确实如此。我非常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习他跟毛还是很不一样，他没有毛那么清楚的战略眼光，就是对于各种国际格局、各种国际关系的这样一些理解啊，还比不上毛，没有毛那样一种就是游刃有余的那样一种做法。所以呢，他的现在这样一些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很多就是有可能变为朋友的国家，变成了不是朋友，而使那样一些中国的对立面的国家，把他们联合起来了。而且他这个权力集中还伴随着国内的这种政治上的高压政策，这种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和这个权力集中，同时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因为很多国内外的投资者啊，都对中国的投资越来越采取观望政策，所以国内很多人现在有钱人都想润出中国。但更重要的一点，我就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就是什么呢？习没有毛那种就是魅力型的领袖人物，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缔造者那种地位和成就，他现在的权威啊，权力在很大上建立一种就是coercive，就是呃呃就是惩戒性的，你如果不听我的，我就惩罚你，我就压制你。所以它不是一种建立在那种魅力型的领袖基础之上的。任何一个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都把他作为妄议中央、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样一来呢，就没有人能够跟他说真话，很少有人能够跟他说真话，或者呢，他如果犯了错误，能够向他指出来，然后加以改正。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一种就是恶性循环吧，就是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是他这种情况之下，又更加容易产生误判或错误的决策，像这个清零政策诸如此类的吧。哎，这种政策产生以后呢，它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然后这种严重后果对他的权利，他认为是一种威胁，然后呢，他就更加去防范性的这样一些政策，更加去这个守卫他的这样一些错误的决策，甚至于做出更加错误的回应。这种错误回应有可能就是造成一种就是回不了头的政策决策，就是很有伤害性。如果比如说他要决定打台湾，现在大家都谈的比较多，我就觉得不会有人说告诉他现在打台湾多难，就认为说完全可以打台湾，那这个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样一种决策机制的发展之下呀，变得越来越失去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不可测。所以中国的由此就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行，我就谈到这儿，谢谢大家。中共官方越来越强调所谓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了赵翠生教授关于中国外交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变化的过程，以及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国际格局，尤其是中美关系。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有任何评论，请写下来，一会儿我和李安友教授会和大家讨论。很遗憾，赵翠生教授他没有办法今天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讨论。那在我前2天访谈他的时候，我也就是对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个录像后边还有30分钟的讨论，我们也会在课后发给大家。首先呢，关于这个赵教授的讨论，当然我有很多评论。那其中在这里边先说一点呢，就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去理解。他分析了不同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他们的风格的变化，整个对国际格局判断的变化等等，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转折。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无论这些中共的外交如何转向、如何变化，随着这个人事的安排，随着中共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呢，我们应该看到一点，就是中共的外交或者中国的外交，它所代表的并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或者说中国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因为他没有经过人民的选举，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他在国内的事务上不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国际上同样也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比如说，他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叙利亚的独裁者，支持普京，那当然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比如说朝鲜战争，比如说等等，甚至在环保、在气候这些问题上，在防疫、教育、国际交流这些问题上，它其实也并不是从中国人民的利益来出发的。有些事情可能恰好是和中国的利益一致的，但是它的出发点还是维护中共的一党统治，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还有其他的一些看法，我想先放在这儿，先听一听李安友教授对第一个是对赵先生的这些讨论有什么评论，第二个呢，也请一下李安友教授来谈一下您对中国的外交中美关系的看法。谢谢汤表，向大家道歉，我感冒，所以可能这个不太好听，我当然认为赵先生的这个评论是非常有价值，特别是注意领导人的作用。但是我认为领导人的作用更基本的层次是要看中国的安全格局，就是说中国这个地方，这个地理的地方，面临一些什么对他们的安全的威胁。中国2015年，我认为是2015年，通过一个国家安全法。这个国家安全法里面的第1条或者是第2条，做一个这么一个定义，就是说中国的安全是有3种安全，一个是领土安全，一个是经济安全，一个是政治安全。那么基本上中国的这个3种安全都受到长期的挑战。领土安全的话，中国周围的国家有这么几个，应该是20几个国家，从俄罗斯到这个韩国到朝鲜到日本到菲律宾到越南，也包括一些别的，我不要一个一个列出来，到印度到这个Central Asia 中亚的各国等等之类，有那么多的国家，没有一个周围的国家是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对于中国有一个
友好的一个感情。你比方说美国的话，美国北方有加拿大，我们的文化这个安全的利益相同，就是我们自然而然能够跟加拿大合作。那么中国的话，没有这种文化上、经济上、安全利益上的，跟任何一个周围的国家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这个政治利益的一个公识，或者是一个一样的利益。何况在中国的周围，从第二次大战以后，到处有美国的军队，而内部的话有这个少数民族，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西藏、新疆的，不特别忠于北京的一些，而且占领非常庞大的领土的一些少数民族，所以从这个而且有香港、台湾问题，就是说香港原来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台湾它还是到今天还是维持它的独立性，所以中国的领土安全是长期受到挑战。那么经济安全的话，如果在毛的时代，中国把它自己隔离起来了，就是说要自力更生，靠自己发展，这个有非常重要的限制。你可以多少发展中国的经济？如果你跟全球没有什么经济的关系，原来有苏联的帮助，苏联的帮助是很重要，但是也有它的限制。那么等开始这个改革开放，他认为如果要快速度发展中国的经济的话，我们要跟全球有贸易关系、投资关系的话，这样的话，中国或者是隔离起来，或者是有一定的 dependency 依靠性。这个依靠全球经济的话为发展的一个政策，就有这么一个危险，就是说外国可以遏制你。那么政治的安全的话，也有一些基本性的一些挑战，那就是说，一个是少数民族不忠于北京，不忠于共产党；一个是这个西方的文化的影响，西方不断的要影响中国人民的文化，而且相当这成功影响这个国内，特别是中产阶层的文化，他们的政治概念、价值观。所以教授所描写是面临这种三个阶层的永远的可以说永远的安全的挑战的话，所以我是利用这个限制教授提出的限制主义的理论概念，描写这种限制主义的安全的威胁。面临这种威胁的话，我赞同教授的说法，就是说每一个中国的领导人要决定怎么去这个对付这种挑战，他怎么去对付挑战，每一个领导人可能我们可以说有三种可以说条件去影响他怎么决定采取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对外政策的姿态。一个是说周围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经过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冷战时期，当然他们是敌人。那么
actually 冷战还没有结束之前，有一种 coexistence 共存的一个时候，他们都特别是这个苏中辩论以后，就是毛开始攻击这个苏联共产党，说他们是这个修正主义者，而以后就是说60年代以后，美国和苏联都把中国看为一个帝国，一直到苏联解体，中国就开始认为是美国，就是50年代中国认为美国是最大的威胁。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再认为美国是最危险的，一直到现在是最可怕的帝国。所以这个周围的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中国自己的综合力量，特别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所以，习近平开始执政的时候，中国是比较有钱，而且他们的判断是西方是下降，美国是越来越弱。第三个方面是赵先生提出的，就是说那个领导人在国内的权力多么集中，所以就是说中国，我自己认为现实主义的概念可以解释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也可以在某一个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的领导人采取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政策。最后我非常同意赵先生对习近平的外交分析，就是说习集中了很大的权力，自己认为中国的力量足够更积极的向西方，特别向美国挑战。他认为时间到了，我可以采取一个所谓的大国外交。这个会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反作用的话，我们呢当然要待着看，这是习近平能成功或者能失败，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包括华盛顿的美国的力量，美国跟盟国的关系，下一次的美国的大选，等等之类的很多因素，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历史的一个时候，可以说我们大家能够作为这个历史的关键时期的演变的话，是可以说是我们的good luck， 或者是我们的 bad luck， 好运气还是坏运气，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我就谈到这儿。